鳗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你又回到我的狗窝。这期开始，叮当狗计划用3期影片带大家在东京近郊的成田站、河口湖、热海走一走，再用6期影片来个日本关西游，包括京都、奈良、宇治、神户、大阪，把出访这些地方的必看攻略双手奉上。有兴趣的宝子赶紧把订阅关注点起来吧。这期视频，叮当狗一个人从旧金山飞东京，独自探索了距离成田机场坐电车只要15分钟就能到达的宝藏街区成田站周边。在这里看了成田山新胜寺，逛了当地的熔岩窑烤面包坊和小众咖啡馆，吃了一顿久违的便利店宵夜，尝了成田当地的甜品，还有115年的鳗鱼老店看风。我知道你跟我一样已经在对着屏幕咽口水了，那就抓紧进正片啦。2月9号下午将近4点的时候，叮当狗从旧金山机场出发，飞了10个多小时，落地成田机场的时候已经是10号晚上的7点多钟了。这要命的时差呀，直接吞掉了我1天的玩耍时间。一方面因为落地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另一方面我第2天中午还要从成田机场飞大阪跟家人会合，咱们就不去东京市里折腾了，直接住在机场附近的成田站。这一晚加上一早上待下来，我觉得成田站附近的街区让人非常惊喜，很推荐大家赶早班机或者转机的时候来这里体验一下。上电车的时候，碰巧这节车厢里一个乘客都没有，有没有被传送进丧尸片的即视感？从成田机场到成田站，快速电车只有1站地儿。冬天的时候，日本电车的坐垫和脚下面都是供暖的。这一站路程真的是时间短到我屁股还没坐热就得下车了。住成田站的这一晚，酒店订的是 Richmond Hotel Narita， 星期一晚含税价是8000日元，跟东京市区的酒店比，真的要算是神仙价格了。成田这里有2个车站，一个是京成成田站，一个是 JR 成田站。酒店的位置其实很不错，到京成成田站非常近，走路只要3分钟。只不过叮当狗到的那天，京成线大幅延迟，所以我选择了坐 JR。从 JR 成田站走到酒店，那是要10分钟的时间，而且还要下一个大坡，拖着个大行李非常不方便。大冬天的，硬生生给我整出了一身大汗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快速开箱一下酒店的房间吧。进门左手边是挂衣区，挂衣区除了衣架，还有衣物除异味的喷雾，算是日本酒店的基本操作了。空间嘛，就是很典型的日本商务酒店，小确实是小，好在是5脏俱全，而且打扫得很干净，一个人住也够了。往里走，左边是日本常见的一体式卫生间，坐便器有卫洗力，浴缸也能泡澡。这个走道里的小圆桌和小椅子真是给我逗笑了，桌面比我的书包都要小，简直太符合日本给人的印象了。房间里面床、电视、办公桌、台灯都是一目了然。表面看着这个房间平平无奇吧，日本人总是能在细节上面有些小巧思，比方说给住客准备了多种插孔的充电器，还有墙上的这一条金属键翻下来就是额外的挂衣区。再比如说柜子这一区有个冰箱很正常吧，但是仔细看上面有个按钮，平时是关闭状态，要用冰箱的时候再打开开关。还记得曾几何时有多少个夜晚，我被酒店冰箱的压缩机吵得难以入睡。这小小的开关不仅能省电，还能防止噪音。要说细节控啊，还得是日本人。 Nice。 不过这个酒店最让我惊喜的是，前台这里准备了很多消耗品让客人自己拿。Pola 的护肤品、棉棒、梳子、剃胡刀、咖啡茶包，这些常见的咱就不说了，居然还有泡澡的入浴剂和面膜，豪气啊！甚至还给准备了装消耗品的小袋子，方便带上楼，真是太贴心了。另外，这家酒店早上6点40到10点40，每个小时都有送住客去成田机场的班车，不过要前一晚提前跟前台预约拿乘车票。这么一整套开箱看下来，8000日元一晚，这个性价比简直是拉爆了。酒店入住啥的忙完，一看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时隔8个月来日本，第一顿我一早就看好了酒店边上一个评价不错的寿司店，就在这家 Comfort Hotel 楼下。
但是没想到2月10号他家店休，大晚上的天又贼冷，不烦了，直接一头钻进我的宵夜快乐老家——日本便利店。好久没吃日本便利店了，走进来那真是啥都想要呀！泡面的选择太多了，我再三斟酌之下，挑了洛颂新发售的排队名店和歌山特浓豚骨酱油拉面。这拉面嘛，也不能干吃是吧？再配个火烤猪五花和辣味增烤猪舌。本来想拿个传统的温泉蛋，半途看到这个烟熏半熟蛋，颜色很诱人的样子，直接给它拿下。吃泡面咱也得荤素搭配，来一个蔬菜沙拉。饮料拿个我一直都很喜欢的高千穗牧场酸奶。甜品我看到了这款全网爆红的布丁，去年6月来的时候到处都买不到，根本没吃上。然后都要结账了，又被我看到了炸鸡保温柜台，走不动道了。来了个包装超可爱的罗森原味炸鸡菌，开保温柜上手直接拿下来，用胶带封个口，鸡块就不会洒出来了。保温柜中间还有免费的酱包可以拿，有中浓酱、塔塔酱、芥末蛋黄酱。最后我又贪心了一下，拿了一块罗森炸鸡排。其实吧，在便利店买宵夜我就要2样，这也要，那也要，有没有懂我的宝子啊？这满满一桌便利店的冲动消费，含税2292日元，光看着就觉得好幸福呀！咱泡面之前先趁热把炸鸡吃一吃。这个巨可爱的包装上面附了单根的牙签，拿下来戳炸鸡很方便。日本便利店我常吃的是全家的炸鸡， Lawson 的炸鸡之前没有吃过。一盒里面我看有5个鸡块，味道吃起来跟麦当劳的麦乐鸡很相似，用的是日本国产鸡的鸡胸肉，肉质是挺嫩的，还有少许的肉汁。吃炸鸡来搭配酸奶解腻。这个高千穗酸奶我从大学留学期间开始就很喜欢。日本便利店和超市一般卖的酸奶都是那种非常浓稠的，这款名字就是 Nomu Yogurt， 可以喝的酸奶，就是饮料发酵乳，喝起来奶味非常香浓，带一点甜，推荐大家试一试。再来这块炸鸡排，跟全家我喜欢的鸡排长得很像，咬一口发现味道其实也很相似，表皮炸得脆脆的，有黑胡椒等等香料的香气，里面的鸡肉嘛，大家看画面就知道了吧，非常油润 juicy。相比之下，刚才的炸鸡菌就显得清淡了一些了。我更喜欢这块鸡排，很好奇大家在日本都喜欢吃哪个便利店的哪款炸鸡呢？炸鸡吃完，下一步咱们泡面。新发售的这款泡面，面饼不大，里面的料包却是超大的3包。我还惊喜地发现，蔬菜包里面的鱼板居然是樱花的形状，好可爱呀！这包液体汤料写的是在吃前再加入，泡面的时候就放粉末料包和蔬菜包。刚才买的2盒肉没有加热，就一起放进面里面泡热吧。全放进去，我发现这个肉量惊人啊！肉食新人表示很满意。日本泡面调味普遍比较浓，加水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超过那根标准线。4分钟之后加入液体汤料，大家能看见吧？这里面的猪油好多呀！把面拌开，樱花鱼板泡开以后，居然是短短的。汤头是非常浓的猪骨味，而且油花也是肉眼可见的丰富。这个面条的口感很精细，吃起来完全不觉得是泡面，就像拉面店那种新鲜的面条，居然很有嚼劲。我自己家的烤猪五花有烟熏味，肥瘦相间，肉挺嫩的，味道我觉得可以。另一款猪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烟熏培根的味道，肉质有点偏硬，不算太推荐。面吃了一半，突然想起我还有半熟鸡蛋呢。鸡蛋投入以后，是不是看上去就像一碗真正的拉面了？不过这个熏制过的半熟鸡蛋，我觉得烟熏味太重了，有点怪，不是很喜欢。可能是我另加了很多肉的原因吧，吃到后半程感觉泡面的油比较重，会有些腻。这时候再投入蔬菜，就能起到解腻的效果了。总的来说，这碗泡面豚骨味超级浓郁，喜欢重油浓厚猪骨拉面这一派的宝子可以试试。吃泡面的时候，我就不停地在瞄眼前的布丁。这款在网上传的神乎其神的牛奶布丁，我倒要看看究竟能有多好吃。打开是纯白色的，那肯定跟一般放鸡蛋的布丁不一样了。看这个质地非常嫩滑，有双皮奶的气质。第一口下去，毫不夸张，我连说了3个哇！奶味超级无敌香浓，简直是浓缩的固体牛奶，淡淡的甜味。你看它短，放进嘴里直接化开，好吃好吃。这个网红产品名号，没有一滴水分。要不是怕长胖，我真的想每天来一个。
好了，这一天舟车劳顿，用酒店提供的入浴剂美美泡个澡，咱们明天再见啦。第二天因为时差的关系，我6点钟就醒了，睡不着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，早起可以多点时间玩耍。收拾好行李，7点半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在成田的街上晃悠了。一大早街上没什么人，干净又有些历史感的街道，搭配着晨光，让人觉得特别的恬静惬意。昨天晚上急急忙忙从 JR 成田站赶去酒店，都没发现站前还有一个机械人偶时钟。这个时钟是2018年设置在这里的，早八到晚八每个整点都会有木偶出来进行4分钟的表演。第一幕是成田奇缘记的祭典音乐演奏，第二幕时钟还会升起来进行歌舞伎表演，真的很有意思。走在我前面的这位妹子真是勇啊，我里3层外3层的裹着还觉得冷，她居然在5、6度的气温里光着腿。7点40分的成田站，上学上班的行人脚步匆匆，转个弯走进小巷弄里，小陈却似乎还是睡眼惺忪的模样。当下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老好了。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现在有多悠闲，2小时后的我就有多狼狈慌张。怎么回事？往后看你就全明白了。走上去成田山新胜寺参拜的表参道，路上看到这个民宅外面的小装置，很有意境。因为时间还早，平常熙熙攘攘的表参道几乎空无一人，好像开了 AI 一键消除行人的功能。表参道路边设置了石柱和12生肖的石像，石柱顶上是粉粉的樱花图案，细节好评。各位来看一下，这个生肖是牛还是羊呢？我当时的第一反应，脚向下弯弯的，一看就是羊嘛。结果人家是牛。再往前走，看到真正的羊角弯得更夸张，我就理解了。表参道上还有一座日本女性的立像，看了介绍，原来是成田当地的女性俳句作家。好的，那么咱们边玩边学的日本文学小课堂要开讲了。俳句是一种日本的短诗形式，整首短诗由5、7、5一共17个音节组成，一般需要包含一个反映季节特色的寄语。俳句的特点是简练，但是意境深远。比方俳圣松尾芭蕉这首著名的俳句古い池や河津飛び込む水の音，翻译过来就7个字：古池、蛙跃、涧水声。其中蛙是这首俳句的寄语，代表着春天。短诗中古池的静和蛙跃的动，动静交融，溅起水声又调动了听觉。写蛙却不写蛙声，只取水声，一整个把古幽寂寥的优雅拿捏住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咱们下课继续往前走吧。快到成田山新胜寺的时候，表参道两边开始出现好多鳗鱼店。这家百年老店川风就是我等下想吃的。这会儿店门口全是活鳗鱼，场面那是相当震撼。那么为什么成田这里会有这么多鳗鱼店呢？这就要追溯到江户时代了。自古以来，成田就盛产鳗鱼等等淡水鱼。到了江户时代，成田因为交通便利，成了江户的网红景点，许多人长途跋涉来参拜，自然需要吃喝休息。于是成田街道上就开设了许多提供鳗鱼料理的餐馆和旅馆。所以成田这里江户时代以来一直都被称为鳗鱼之城。从 JR 成田站沿表参道一路走到成田山新胜寺是20分钟左右。不过这会儿咱们还不急着进去参拜，先去旁边的面包店 Rabbit Bakery 买个早饭。这家面包店7点半就开门，是我查到成田山附近开的最早的店铺之一了。光看店面就透露出了可可爱爱的气质。他家的特色是用熔岩制成的窑来烤面包。一进门右手边就看到了熔岩窑，店里面面包的选择非常多，个头都不大，喜欢不同口味的可以多选几种尝试。如果鸡蛋、牛奶、坚果过敏的话，还能提前预约不含这些成分的面包。感觉是一个扎根当地，为附近住户提供客制化服务的贴心面包店。结账的时候，店主还热情地跟我聊了几句，对话中忍不住抱怨日本物价上涨太凶了。难怪刚才进门的时候就看到小黑板上预告25年1月1号面包店部分产品要涨价。原本想说买上面包在成田山公园吃的，
没想到后面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，结果面包就跟着我一路飞去大阪，又转京都，第二天早上才吃上。人家这个面包店名字就叫 Rabbit， 兔子形状的面包那就必须安排上了。这只小兔子的调味是简单的盐加黄油，表面撒了一丢丢香辛料，面包体很松软，能吃到麦香。下一只兔兔放在包里被压变形了，小小一个兔脑袋里满满都是巧克力馅，吃起来软乎乎的，巧克力内馅也不会太甜，外加可爱的兔子外形，小朋友应该会超爱吧。下一个是我一眼就看上的，外面是提子吐司，里面夹了奶油，跟我很爱的北海道六花亭葡萄奶油夹心饼干很相似。提子吐司又软又湿润，里面的奶油就是单纯的香香的打发淡奶油，甜度适中，我很喜欢。下一个迷你可颂曲奇，拿起来的手感就完全是饼干的那种硬度，外面包裹的这层是偏硬的曲奇饼干，听这个嚼起来的声音也知道有多脆了吧。里面包着的迷你可颂也已经被烤到饼干化了，有点蝴蝶酥那个意思，虽然吃起来会屑屑掉一地，但是奶味十足，也是不错。最后一个也是最惊喜的是这个已经完全被我压碎的明太子芝士饼，原本它应该是这样圆圆的，虽然现在卖相不咋地，但是它的芝士味在我每次打开书包的时候就会飘散出来，已经勾引了我一天了。而且在冰箱里放了一夜，也完全没有影响它脆脆的口感，甚至有点吃薯片的感觉。因为上面撒了明太子，空口吃感觉有点偏咸，但是芝士香真的是太上头了。成田山这家宝藏面包店可爱又美味，推荐给大家。咱们再说回成田山，从面包店走回兴盛寺门口很近，就6分钟。2月11号周二这天可能是有梅花季活动吧。一进总门，右边支起了不少小摊位，卖果干、章鱼小丸子、炸土豆等等小吃，还有射箭之类的游戏项目。在走台阶上人王门之前，右手边是日本所有寺庙神社都有的净化身心的水池。参拜前要舀水，先洗左手，再洗右手，最后漱口。口罩期开始就不再要求漱口了，单洗手就行。爬一串台阶后看到的人王门是1831年重建的，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家重要文化财产。门的左右前面供奉着密集金刚和那罗延金刚2尊护法神，背面还供奉着广目天和多闻天2位天王。中央悬挂的大灯笼上面写着五欧嘎西，鱼河岸、鱼市场的意思，是供奉这只大灯笼的团体名。灯笼底下还刻着一条金龙呢。继续往里走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水池，有水池有旅客的地方必然会出现经典的投币项目。看这块石头的造型还真的很像一只乌龟呢。再爬一段阶梯就来到了兴盛寺大本堂这里，中间香炉的烟据说是被加持过的，熏到身上身体会变得更加强健。大本堂右边是建于1712年的三重塔，也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产。每一层屋檐上的船木都雕刻有云水纹，而且是用整块木板制成的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大本堂的另一边是申请护摩祈愿、满玉手、抽运势签的地方。护摩这种佛教仪式我也是第一次听说，据说是源自印度。举行护摩法会的时候会焚烧特定的木片，也就是护摩木，由僧侣为参与的信众祈愿消灾、开运、成就愿望。成田山兴盛寺大家可能没咋听说过，但其实它是日本每年新年参拜的热门景点，参拜人数在关东地区仅次于著名的明治神宫。大本堂里面供奉的本尊是成田山的主神不动明王，所以这里自古又叫成田不动。这里供奉的不动明王像是弘法大师刻的，就是那位东渡大唐学法而且书法了得的，被称为日本三比之一的空海大师。关于成田山的开山还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公元939年的时候，关东地区动乱，朱雀天皇命令宽朝大僧正为国家祈祷平息动乱，于是宽朝大僧正带着空海大师刻的不动明王像从京都出发，最终将不动明王像安置在了成田，并且举行护摩祈祷。祈祷21天以后，关东地方的动乱就平息了，宽朝大僧正就准备带着不动明王像回京都了，谁知道他竟然不动如磐石，好像在说我要留下来继续拯救此地的人。天皇得知以后就赐下了4号兴盛寺，
从此陈天山兴圣寺就在这尊不动明王的灵验加持下，祈福的护摩火焰年年燃起，延续了1000年以上。陈天山除了有兴圣寺，寺院后面还修建了一个超广阔的公园。在公园入口，我偶遇了这只非常有镜头感的喵。公园里面不让遛狗，入口还特地竖了块牌子。陈天山公园的面积有16.5万平米，相当于大约3.5个东京巨蛋。一走进公园就看到很多梅花树，整个陈天山公园里面一共有460株红梅和白梅，每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都有梅花季活动，期间还会举办演奏会、冰雕展等等。我2月11号这天去，只有几棵树星星点点的开了几朵花，但这条影片发出来的时候，梅花应该已经盛开了吧，可以想见会有多美。刚才叮当狗的日本文学小课堂上提到的俳句大神松尾芭蕉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公园这里还立着巨碑来纪念它呢。话说回来，陈天山公园里的绿化、空气和环境那是没得说，但是叮当狗在公园转悠的时候，只是觉得里面真的大到非常容易迷路。很多这种树木掩映的小径，我都没敢往深处走，害怕进去再出来就要走断腿。沿着弯曲的山路一直往低处走，稀里糊涂的我就来到了湖边。一大早周围没什么人，冬日暖阳，绿树环绕，绿水荡漾，湖里还有锦鲤游弋，怎么能不让人心旷神怡呢？来到了文殊、龙树、龙智3池相连的湖边，那么我们距离陈天山的和平大塔就不远了。这座塔是1984年落成的，塔高58米，1楼有陈天山历史展览和抄经道场。从和平大塔这里绕回兴圣寺正门，时间来到了上午9点1刻。我要吃的115年鳗鱼老店川风是10点钟开门的，早就听说他家是要排队的，赶紧过去看看情况。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家川风总店始建于1911年，是纯正的日本民宅，经过多次翻修而来的，已经被认定为日本的登录有形文化财。除了这个总店，步行15分钟距离的地方还有它的别馆，空间更宽敞，内部还有日式庭院。除此之外，成田机场第1航厦也有川风的分店。去年6月，叮当狗离开日本前最后一顿就是在机场吃的川风鳗鱼饭，当时发了东京美食记，有兴趣的宝子欢迎去回看哦。5分钟从兴圣寺门口走过来，发现店门口早就已经开始取排队的整理券了。领整理券要先输入几个人用餐，再选择座位，红色代表坐哪儿都行，绿色代表1楼有餐桌或者地坑式的被炉，蓝色代表2楼是榻榻米座位。上楼要爬一个很陡的楼梯，我一个人嘛，坐哪儿都行。9点23分的时候领到了38号。整理券上有个2维码，扫码就能知道叫到几号了，这样就不用在店门口傻等着了。10点开店前，咱们可以在附近逛逛。川风总店边上，步行3分钟就来到了和味米屋总本店。这是家有12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和果子店，跟陈田山兴圣寺可以说是有着很深厚的渊源。因为陈田山不动明王的尊像，在16世纪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就被供奉在米屋总本店这里。店里有种类超多的日式点心可以选，还有个用餐区，10点半以后可以吃到乌冬面以及和果子甜点。店里面和果子的选项真的太多了，羊羹、大福，各种季节限定的点心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据我所知，花生是成田的特产，连橱柜里面都能看到花生造型的吉祥物，说明吃花生味的东西一定是很靠谱的。看到店铺进门右手边冰柜里面的花生最终冰激凌，200日元一个，样子萌萌哒。买了可以坐在店外面的长凳上吃。这个花生最终糯米做的外壳跟真正的花生很像，里面的冰激凌有浓浓的花生香味，小小一个，吃起来也没什么负担，大家可以来试试。刚才进店的时候就看到橱窗上贴着超美的生果子，一共5款。看了米屋的官网才知道，他家的生果子每个月26号就会更换款式。我买的是2月款，现在正在销售的3月款又完全不一样了。
每个生果子含税380日元，价格是真不低。但是冲着它的颜值，我咬牙买了。结果跟刚才的面包一样，跟我一路颠簸到了京都的酒店才吃上。它的保质期只有2天，应该是完全没有防腐剂的。包装里面每个生果子都附了一根签子，戳着吃，很贴心。在书包里面颠簸了1天，3颗精致的生果子居然丝毫没有变形，还是美美的坐在盒子里。生果子它是和果子的一种，是没有经过加热加工的日式点心。一般的话是用来搭配日本传统那种很浓的抹茶。咱们先来开箱第一个冬春，冬季盛开的山茶花，样子做的跟真花很像，红粉相融的花瓣，金黄的花蕊，上面还点缀着一片绿叶。看我切的时候很难切断的状态，就知道它外表皮有多么黏糯了。里面的内馅是非常细腻的白馅，可能是白芸豆做的。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因为生果子是用来搭配传统苦抹茶吃的嘛，甜度自然是非常高的。第二款春告鸟，实际上就是啄木鸟，通体绿色，唯独羽毛那里有一抹白色，用黑芝麻点的眼睛竟然还闪着光，很传神。这款外层不是糯叽叽，好切很多，甜度比刚才的冬春低，里面是红豆沙，外层是白馅混合着糯米粉，口味上有点类似绿豆糕，吃起来不需要用牙，放进嘴里沙沙的口感，含一会儿就化了。最后一个是粉粉嫩嫩的春光，内馅是慈布昂，保留着红豆颗粒的红豆泥，外层是山药做的，非常软，最上面还点缀着亮晶晶的粉色和黄色的质地 Q 弹的小糖果。3个尝下来，感觉生果子口味基本上就是单一的甜，并没有市面上其他日本伴手礼的那种奶香呀、芝士香呀、抹茶之类的花哨的东西。吃的主要是不同食材带来的口感上的区别，还有嘛，就是一种高雅的审美享受啦。大早上呢，在成田山和它的公园里拉练了一圈也累了，想说在附近找间咖啡店。成田山这里咖啡店普遍开得比较晚，找到这家7点半就开门的，门面真的很不起眼，完全是普通民宅。谷歌上评价数量不多，但都是5星好评，咱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就进去试试吧。进门发现店铺里面小小的，跟店面一样天然去雕饰，店里只有老板小哥一个人，说话笑嘻嘻的，挺有亲和力。都说咖啡好不好，得尝尝手冲见分晓。他家单一产地的咖啡风味各不相同，我喜欢酸味和苦味平衡一点的。バランスがいいのがこのコロンビアのコーヒーです。ちょっとアセロラっぽいジューシーさあったりする。で、飲み口も軽いのですごく飲みやすいかな。小哥给推荐了哥伦比亚的豆子，一杯650日元。在他磨豆子冲咖啡的间隙聊了2句，得知这家咖啡小店是23年5月开的，跟隔壁的古着店还是连着的。咖啡店所在的建筑本身已经有40-50年历史了，很早之前这里是一家肉店，所以还留下了很多冷藏的空间。小哥说这正好特别适合储存咖啡，当初会租下这个店铺也是看中了这一点。至于店铺里面未来要进一步怎么改造装饰，老板还在纠结当中。虽然店里现在环境朴素，也没有暖气，但这个小角落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咖啡端上来还附了一张小卡片，看介绍老板应该很热爱咖啡，会亲自去世界各地的咖啡农场挑选豆子。我这杯哥伦比亚咖啡豆的手冲，果然是咖啡的苦香中带着内敛的酸味，苦味和酸味相互成就，是杯好咖啡。随手在桌上翻到了一本史努比的漫画，配上一杯热腾腾的手冲，在这里坐坐也是别有一番悠闲滋味。但是在这里光顾着喝咖啡悠闲了，差点忘了时间，定睛一看已经10点了，再一看川风叫号都叫到6号了，把剩下的咖啡一口闷了，赶紧往回走。走到店门口已经叫到45号，大家要是来的话过号了也不要慌张，他们家叫号的号码意思是说可以接待这个号码之前的所有顾客，不会过号不候的。给门口的店员看自己的号码，就会被有序的安排进店。我被安排到了2楼，需要脱鞋放进塑料袋里自己带上楼。刚才取号的时候我就看到说2楼座位要爬一个很陡的楼梯，还没当回事儿呢，真爬起来你还别说挺费劲儿的，差点手脚并用。一上楼发现全是榻榻米座位，而且已经坐得满满当当。为了早点吃上，咱们抓紧点单吧。这里是直接 iPad 下单，有中文页面很方便。
咱是冲着鳗鱼饭来的，那就直奔主题。盖饭有3个选择，主要是鳗鱼的量的区别，分别是2/3条、1条和1.5条鳗鱼。我点的2/3条鳗鱼，感觉也挺满足的了。米饭的话可以选择普通量或者大份。点完饭问我要不要加个鳗鱼干汤。之前我喝的鳗鱼干汤，感觉鱼干都有点苦，不太喜欢。但是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，咱就加一份吧。鳗鱼饭加汤含税3400日元。落完单是10点20分，当天酒店是要求我11点 check out。我心想行李都理好了，留10分钟回酒店，剩下30分钟吃饭，绰绰有余了吧？于是气定神闲地开始探索起来。桌上竹筒里是问卷调查，旁边放着山椒粉、牙签和烤鳗鱼的蒲烧酱。想说拿个杯子给自己倒杯水，手残的把水弄得满桌都是，还给服务员小姐姐看到了全程，尴尬尴尬。慌乱中赶紧把水收拾干净，假装镇定地仔细欣赏了一下店里富有历史感的环境，还认真学习了 iPad 上面川风鳗鱼之所以美味的4大秘诀：1. 匠人慧眼识好鳗； 2. 活杀现蒸现烧烤； 3. 创业以来延续至今的秘制酱汁； 4. 支持匠人最大化优秀技能的工具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看时间已经10点30了，完蛋，按这个节奏我是来不及吃了呀！赶紧问服务员小姐姐能不能把堂食转成外带。小姐姐去确认回来，说我的鳗鱼饭马上就能上了。那也行吧，我吃快点就好了。没想到最后等到10点38分才上的，没关系，把鳗鱼饭打开的这一瞬间，看到这色泽还有扑鼻的香味，我感觉不管什么困难我都能克服。闲话少说，赶紧开吃。第一口鳗鱼吃到嘴里，我就知道这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。鳗鱼肉巨嫩，而且油脂超级饱满，冬天的鳗鱼明显比我6月份吃的肥美更多。蒲烧酱只是外表皮的薄薄一层，完全不会咸，反而凸显出鳗鱼肉的鲜美。底下的米饭已经浇了烤鳗鱼的酱汁，也是比较淡的口味。上一支东京吃爆鳗鱼的影片下面，有宝子问日本鳗鱼有没有骨头，会不会要吐骨头，吃起来很麻烦。这次吃的时候，我特地仔细观察了一下，鳗鱼肉里面确实是有很细小的鱼骨的，但是因为非常的细软，根本吃不出来，连门牙老太太都能放心吃。鳗鱼饭配了2个小腌菜，黄瓜是咸鲜味的，白萝卜是甜口的，都非常爽脆解腻。去年来最后一顿吃的是成田机场的川风鳗鱼饭，没想到这次来的第一顿正餐吃的也是川风，真是神奇的缘分呢。吃一半加点桌上的山椒粉，解腻提香，很不错。最惊喜的是这碗鳗鱼干汤，没想到它刷新了我对此类汤的认知。可能是因为鳗鱼特别新鲜的缘故吧，这块干居然一点苦味和腥味都没有，吃到有一段弹弹的，很有嚼劲，有一段干的部分粉嫩嫩的，在嘴里直接化开了。汤很鲜，还有2块豆腐皮和3叶芹，尤其冬天热腾腾来上一碗，很推荐。川风总店的调味感觉比成田机场的分店还要清淡，后面我还添了点蒲烧汁。吃到这里已经是10点45分了，没时间细品了，我只恨嘴巴嚼得不够快呀，心里想的全是对，快吃！10点48分，鳗鱼饭完食，立马冲上回酒店的路。这时候心里全是腿，快走！还好谷歌地图给我导了个靠谱的捷径，外加一路狂奔，总算是卡着11点的线把房退了，竟然感觉自己又青春燃烧了一把呢。川风总店的鳗鱼饭，尤其是冬天的鳗鱼饭，真的一绝，非常推荐大家来尝一尝。不过千万别学我把时间卡得太死了，别低估了百年老字号的人气，进店排队和上菜都是需要很多时间的。后来飞奔回酒店的路上，还看到了成田梦牧场的冰激凌、炭火现烤的鲜贝、长命全清酒等等。只能说我对成田山附近美食的开发还不到1%。大家要是在成田机场转机或者赶早班机，有机会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这片宝藏街区了。虽然从行程上，叮当狗接下来是飞关西去跟家人会合了，但是我想先把东京周边赏富士山、看樱花、泡温泉的内容一口气给大家都分享了，所以咱们下期还是从东京出发，
去河口湖360度欣赏富士山吧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叮当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。